董事會把監控停在凌晨2點13分。畫面裡，一個穿着我常穿的米色風衣的人，刷着江瑤名下的門禁卡，走進了機密資料室。3分鐘後 ，Plan B 被複製到外接儲存裝置。梁啟瑞把記錄推到桌面中央。早上7點20分，鼎盛資本說他們收到這份文件，現在要求重新議價。我沒有先替自己辯解。監控裡的人看起來太像我，門禁姓名也是我。這種時候說一句不是我，只會讓所有人更確定我在逃避。我把畫面往回拉，停在刷卡那一秒。門禁記錄右側有一串卡號，尾碼是317。我低頭看自己手上的實體卡，尾碼是371。我把卡放到桌上，先別談我為什麼會洩密。請先回答一件事，為什麼公司裡有另一張掛着我名字的門禁卡？顧清言坐在我對面，視線從螢幕移到卡片上，沒有替我說話，只問梁啟瑞：2張卡能同時掛在同一個人名下嗎？梁啟瑞皺着眉重新打開門禁後台。那幾秒沒有人出聲。我很清楚，卡號差異只能證明有問題，還不能證明凌晨進資料室的人不是我。董事長看了一眼時間，中午12點原定表決，不會因為一個尾碼就無限延後。你想查，可以，11點40分以前給我結果。我立刻要求封存監控、門禁、檔案存取和訪客系統的原始記錄。只要有人在我開始查之後改過資料，後面所有結果都會失去價值。董事長同意，但加了一個條件：顧清言必須全程跟着我，所有查詢都由他同步留痕。我和他競爭了2年，現在他成了監督我的人。顧清言站起來，只說了一句：“我不替你證明清白。”我只看證據。我拿起那張尾碼371的卡，很好，我也是。我們離開會議室時，距離11點40分不到3個小時。現在唯一確定的是，公司裡有人提前準備了一個叫江瑤的第二身份。門禁中心把317的完整記錄調出來時，第一行就讓我停住了。那張卡不是昨晚臨時做的，而是5天前就完成補發。持有人欄依然寫着我的名字。更麻煩的是，補卡申請來源顯示為我的企業賬號。顧清言看了我一眼，如果只看系統，這張卡就是你自己申請的。我沒有跟他爭，賬號可以被利用，時間戳比較難說謊。我把申請、核准、列印3個時間拆開，卡片真正印出的時間是5天前晚上6點42分。那個時間我不在公司，我正在主持線上投資人說明會，而且整場都有直播和公司會議記錄。顧清言直接把那場直播叫出來。6點40分，我正在回答投資人的現金流問題。6點45分，鏡頭沒有中斷，我還在發言。他把時間軸放大，又核對會議平台登錄記錄，至少這一段。你不可能同時在公司列印門禁卡。那是我今天拿到的第一個真正回報，不是相信，也不是同情，而是一個公開、可被第三方驗證的不在場證明。我接着追列印終端。正常員工補卡通常從保全室出卡，但317不是。系統顯示，卡片從執行長辦公區的行政列印站完成。顧清言的表情第一次變了，他靠在椅背上，能用那台機器的人比整間公司少很多。我點開下一欄，假卡的申請像是從我的賬號開始，但真正把一張實體卡印出來的人，5天前就在高層行政區。現在我要查的，不再只是誰碰過我的賬號，還有人替這張假卡完成了高權限核准。而那一步一定會留下痕跡。假卡的核准欄寫着梁啟瑞的名字。我把記錄轉向他。6點42分以前，這張卡已經通過合規。你核准的？
梁啟瑞沒有回避，只把自己的行程調出來。那一周我在外地出差，我開了委派核准，但不是所有申請都能自動過。我讓他把規則說清楚。高權限門禁卡如果由委派流程處理，除了申請來源，還要由董事會秘書處的實體安全鑰匙確認。也就是說，這不是有人偷到我的密碼就能完成的事，必須有人拿到一個真正的硬體鑰匙，在設備旁按下確認。顧清言問得很直接，那把鑰匙平常誰管？梁啟瑞沉默了半秒。董事會秘書處日常保管人是韓詩琴。韓詩琴是執行長幕僚長，也是董事會秘書。收購期間，他幾乎碰得到所有高層日程訪客安排和董事會文件，可權限大不等於有罪。我把梁啟瑞的核准記錄標成委派，沒有再叫他內鬼，這一步很重要。如果我急着找一個人定罪，就會和早上那場董事會犯同樣的錯。真正有用的新資訊只有一條：5天前那張假卡要成立，必須有人動過董事會秘書處的實體安全鑰匙。如果同一套高層行政權限也出現在凌晨2點，我們才有資格把這兩件事連起來。地下停車層的進出記錄給了第二個異常：凌晨進樓的人沒有刷任何員工入口，而是使用一組董事會訪客 QR 碼。那組碼掛在鼎盛資本一名顧問名下，顧清言立刻用營運端原本就有的聯絡資料核實對方當晚人在外地，根本沒有進耀川科技。他掛掉電話，把手機放到桌上，又是一個被借走的身份。我盯着那筆訪客記錄，有人先用買方顧問的名字進大樓，再用我的名字進機密資料，是兩個身份，都是真的使用的人，卻不是本人。更奇怪的是，這組 QR 碼在凌晨2點20分被改過標籤，原本的正式訪客記錄被改成了過期測試類別。這個修改發生在 Plan B 被複製之後幾分鐘，不是系統自己看起來奇怪，而是有人在事件完成後碰過記錄。我把修改權限列表叫出來，韓詩琴的名字在裡面。他被請進會議小間時很平靜，甚至主動把前一周的訪客清單交給我。他說收購期間留了很多備用碼，系統批次清理時會重分類，你看到的未必是人工修改。我問凌晨2點20分也會批次清理，韓詩琴沒有和我爭執，說要再查系統設定。他的解釋不是完全不可能，這正是最麻煩的地方，每一個疑點單獨拿出來都能被職務系統或流程合理化。所以我暫時沒有把它定成答案。我轉回最早被複製出去的那份文件，既然身份可以是假的，偷走的東西也未必代表真正目的。我把外洩的 Plan B 和昨晚完成的估值檔放到同一個畫面，第一個差異不是數字，而是版本時間。真正最新的是 Plan C 前一晚11點半，我和顧清言才把最後一輪模型跑完， Plan B 在那一刻就已經失效。顧清言把自己的修改記錄叫出來，核心小組都知道新版已經完成，真想偷底價不會拿筆。這句話把我前面所有假設翻了過來。凌晨那個人進了機密資料，是冒了這麼大的風險，卻拿走一份對談判已經沒有最高價值的舊版本。除非對方要的根本不是價格。我把 Plan B 的文件屬性打開，它雖然過期，依舊標記為收購機密，只要它從公司內部被未授權帶出去，重大洩密這件事仍然成立。顧清言看着我，所以有人不是來偷答案，是來制造一場能被認定的洩密。我把椅子轉向收購協議資料夾，如果是這樣，就別再問誰最想知道底價，問誰最希望我們真的發生一次洩密。前半段一直逼着我證明我沒有做到，這一刻我才真正開始追做這件事的人能得到什麼。答案不在監控裡，而在那份即將中午表決的收購合約裡。收購協議附錄裡有一條我之前讀過，卻沒有真正把它當成風險核心的條款，簽約前若賣方發生重大保密違約，鼎盛資本可以重新議價降幅最高30%。我把早上的通知拉回來，鼎盛要求下調 28%， 幾乎正好把這條條款用到極限。現在 Plan B 為什麼偷錯突然有了答案，它不需要是最新底價，只要它足夠機密，就能替買方打開重新壓價的門。
顧清言開始查附錄版本6週前這條原本有爭議的保密違約條款被保留進董事會版本，負責整理與推進文件的人是韓詩晴。我把梁啟瑞叫回來，他看着那一頁，沒有否認我當時反對過這個降價權太偏向買方。那為什麼還在？我問。梁啟瑞回答得很慢。韓詩晴說，鼎盛不接受刪除公司當時現金流又緊，如果我們卡在這條交易可能直接破裂。我最後沒有堅持。假卡訪客碼過期 Plan B 降價條款4條線第一次指向同一個方向，但我仍然缺一件最重要的東西，韓詩晴和買方之間正在傳遞資訊的證明。董事長看了時間，聲音很沉，距離表決不到1小時，這些足夠讓我懷疑，不足夠讓我取消交易。你還有什麼？那一刻我必須承認，我手上的證據鏈很漂亮，卻還沒有最後一扣，等外部監視時間不夠，逼韓詩晴承認更不現實。我看着會議桌上的3個名字，突然換了一個做法，既然我證明不了過去每一秒發生了什麼，就測試現在誰還在把資訊送出去。我向董事長提出一個受控測試，做3份格式完全相同的臨時議價方案，只改一個數字，而且3個數字都不是公司真正要採用的條件。我要確定一件事，我說如果買方現在還有人替他們傳話，我們就讓這條通道自己留下答案。董事長先讓梁啟瑞確認程序風險，梁啟瑞要求把測試目的、假數字性質和授權範圍全部留在會議記錄裡，避免我們自己製造新的洩密爭議。批准完成後，我建立3份獨立檔案，顧清言只能看到 12%， 梁啟瑞只能看到 16%， 韓詩晴只能看到 19%。每一份的檢視權限和打開時間都單獨記錄，沒有人能同時看到3個數字，也沒有人被告知另外2份是什麼。韓詩晴接過平板時抬頭看我，你現在是在測自己人？我回答，我在測資訊，如果沒人往外轉，3個數字永遠只會留在這間會議室。他沒有再說什麼，只低頭打開了自己的檔案檢視記錄，跳出一行時間戳19，正式被讀取。接下來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等。這不是我喜歡的狀態，但這次的等待本身就是測試的一部分。12、16、19，只要頂剩下一通電話帶回其中任何一個，我們就知道那個數字從哪裡出去。11分鐘後，董事長的手機響了，螢幕上顯示鼎盛資本整間會議室的人都沒有動。電話接通後，謝明恆沒有繞彎。如果耀川願意接受 19% 的價格調整，我們可以撤回原本 28% 的要求，中午照常簽。19不是12，也不是16，正好是韓詩晴唯一看過的數字。董事長把電話轉成擴音，確認謝明恆沒有說錯。掛斷後，顧清言第一個開口：19那份只有韓詩晴有權限。韓詩晴的表情沒有崩，他只是把平板放下。 19%也可能是鼎盛自己算出來的單一數字，不能證明任何人洩密。我點頭，你說的對，單靠19我不會說你完成了5天前所有操作。他大概沒料到我會接受這句，可我設這個測試本來就不是為了一朝結案。19只需要證明一件事，此刻這間會議室裡的資訊仍然能到鼎盛手上。我把先前的門禁與安全驗證記錄重新投到大螢幕，現在再看5天前的補卡就不能只用賬號，可能被盜解釋了。韓詩晴沒有回答，我把畫面停在6點42分的補卡時間，準備把最後幾段記錄接起來。19讓我們找到正在運作的資訊通道，接下來要看這條通道能不能和那張叫江瑤的假卡連成同一條線。補卡驗證記錄顯示得很清楚，晚上6點40分，董事會秘書處的實體安全鑰匙完成解鎖。6點42分，317門禁卡在行政列印站出卡。我再把高層辦公區門禁疊上去。6點39分，韓詩晴本人刷卡進入執行長辦公區，3個時間幾乎首尾相接。我沒有說，所以一定是你，只把事實留在熒幕上。實體安全鑰匙不是一串可以遠端輸入的密碼，必須有人拿到設備前確認。接着是凌晨2點20分，那組被冒用的買方訪客 QR 碼被改成過期測試記錄，系統同樣留下董事會秘書處安全鑰匙的2次驗證。
顧清言把兩筆記錄並列，補卡和改訪客碼走的是同一類實體授權。韓詩晴終於換了說法，安全鑰匙不是常在我身上，行政人員臨時借用不是沒有可能。我看着他，那就只討論今天。我調出金絲雀檔案記錄 19%， 那份是韓詩晴本人重新登入公司賬號後才打開的。從登入到謝明恆來電，他一直坐在這間會議室，沒有任何人替他操作那個檔案。5天前你可以說鑰匙被借走，凌晨2點你可以說系統中分類，可是現在這個19你要怎麼讓第三個巧合也成立？韓詩晴沒有再立刻回答董事長，抬手打斷所有人到這裡夠了，中午表決停止。他要求立刻封存韓詩晴的公司手機、筆電、董事會賬號和實體安全鑰匙，交由外部獨立調查保全。這是今天第一次時間壓力不再站在對面。我從第一嫌疑人的位置被移開，卻沒有覺得事情結束。現在證據足以停交易，真正的利益關係還需要一個不由我來下結論的獨立確認。韓詩晴的公司設備被鏡像保存後，外部獨立調查接手，我沒有再碰他的訊息，也沒有要求任何人替我找一個更漂亮的答案。真正需要確認的只有最後一件事，他為什麼願意冒險把一場洩密做成看起來像是我幹的？調查結果送回董事會時未申報聯繫，被正式確認。韓詩晴和謝明恆之間談過收購完成後的留任職務，也談過額外獎勵安排。那份結果沒有取代前面的證據，而是把利益動機補進去，假卡、假訪客碼過期、Plan B 降價條款和 19% 終於締成同一條線。董事長在會議上重新宣讀結論，對江瑤的內部洩密指控立即撤回，原收購程序暫停。這句話很短，卻把早上壓在我身上的監控門禁和姓名一起拆了下來。不是因為大家忽然選擇相信我，而是那些證據終於被放回正確的因果裡。鼎盛資本也被排除在原定當日簽約之外，沒有中午12點的低價成交，沒有靠一次被制造的洩密把公司價格壓下去。我沒有要求韓詩晴在所有人面前道歉，她已被停職，後續責任交給獨立調查。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核心問題已經完成，我的名字不再等於那場洩密。但一個人被抓出來不代表制度就安全，那張假卡能存在5天，本身就說明公司還欠我一個答案。梁啟瑞主動把委派核准報告放到桌上，他承認那套流程把有人有權限錯當成那個人本人在操作，並接受外部制度審查。我沒有把責任全部推給他，漏洞是他留下的，但真正利用漏洞的人已經清楚接下來要做的是讓同一種冒用不可能再靠一張表單完成。顧清言也在董事會上改了立場，他沒有替自己找理由，只說早上我懷疑過江瑤，現在我支持由他主導重新估值和新一輪買方篩選。那句支持比一句道歉更有分量，因為他不是在安慰我，而是把真正的決策工作重新交回來。我提出3項要求：第一，撤銷所有以我身份額外建立的權限；第二，跨部門高權限操作必須重新設計驗證；第三，未來收購案不得再接受單方因內部事件自動降價的條款。董事長全部計入整改決議，我的371門禁卡重新成為唯一有效卡，317被註銷，相關補發鏈納入稽核。重新估值的會議排到隔天，顧清言把新版資料夾放到我桌上，這次權限表先給你看。我翻開第一頁，沒有再把流程以核准當成安全的同義詞，制度可以保護人，也可以被人借來藏住，行為差別只在我們有沒有真正驗證。早上9點，我的名字出現在一張我沒用過的門禁卡上，到了晚上，它重新回到我手裡，代表的是我自己的決定責任和選擇權。有人曾經偷走我的名字，想用它替一場低價收購背書，最後我拿回來的不只是清白，還有決定這家公司接下來要怎麼走的權利。